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哈喽，大家好，我是欧巴，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谦虚是中国历史文化5000年以来的传统美德。谦虚是指能诚恳接受他人的意见和提点，而且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份，虚心向别人请教。只有谦虚，人才会不断进取，取得更大的成就。唐太宗李世民让臣子们向他提出对目前实施政策的意见，他能够抱着谦虚的心接纳臣子们的进谏。后来他成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君主。三国时代蜀国君主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忙，竟然能抛下自己君主的身份去拜访了他3次。后来这个事迹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三顾茅庐。俄国伟大诗人罗蒙诺索夫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目不识丁的父亲不能给予他任何帮助，直到他20岁时才开始学习拉丁文。尽管因此被取笑，他仍然虚心地向邻居学习识字，如饥似渴的阅读所能得到的一切书籍。后来他除了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外，他还是化学家、哲学家及俄国的自然科学奠基者。由此可见，接受别人的意见与进步和成就之间是分离不开的。所以不管是在进入职场前漫长的学习之路，还是进入职场后面对的更多课题，我们都时时刻刻被教导着要虚心受教。这样的思维在亚洲国家尤为常见。然而在现今社会上，谦虚这个词已经成为备受争议的行为表现。保持谦逊依然是种美德吗？谦虚客气真的能够帮助自己接纳指教，进步成长吗？甚至有人认为，台湾的自谦文化不仅让我们的言行流于虚伪，还会使人因不懂得如何展现自己而变得没自信。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一个关于谦虚的顶级思维——卢维斯定理，来探讨为什么谦逊文化可以自古流传至今，为什么伟人传记上大多数的名人都有着谦逊的品格，为什么现今的谦逊行为反而会备受争议，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谦虚这个词，我们应该如何去运用谦虚来使自己进步成长。希望今天这部影片能够帮助你搞懂这些疑问。如果看完后还有什么问题，都能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可以互相分享彼此不同的观点，一起讨论。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并帮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些资讯。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就算你再忙，都能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与时并进，让你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不会落后于别人。什么是卢维斯定理？卢维斯定理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卢维斯提出的一个理论，说的是谦虚不是把自己想得很糟，而是完全不想自己。第一，做人首先要谦虚。如果把自己想得太好，就会变得骄傲起来，那就会很容易将别人想得很糟，贬低对方，然后藐视他人的能力。被誉为现代学习理论之父的巴夫洛夫曾说，绝不要骄傲，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在应该同意的场合固执起来；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拒绝别人的忠告和有益的帮助；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丧失客观方面的准绳。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同以英国人威灵顿公爵为统帅的欧洲联军，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约20公里处的滑铁卢阵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这场决战持续了约12个小时，最终以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战败告终。联军很快攻占巴黎，拿破仑被放逐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从此拿破仑一蹶不振，而滑铁卢也成了失败的代名词。狂妄通常都与无知连结在一起的，股肱升高，人狂化大，举凡狂妄的人都高估自己，看轻别人。英国哲学家赫伯特·史宾塞曾说，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真正的虚心，
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有没有一颗谦虚的心。第二，谦虚要有度。谦虚不是把自己想得很糟，更不是装傻和装蒜。在生活上，当有人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总会有人不经意地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把握，我试试看吧。”然而，这些措辞都含有一些把自己想得很糟的成分在内，似乎一定要这样表达才能显得自己有谦虚的美德。有时明明是自己能行、自己知道的事，也要这样故弄玄虚，谦虚一下，以防被别人认为你不懂得谦虚。在生活上，有4种比较常见过于谦卑的状况：否定别人对你的赞美，常说可是来检讨自己，该当仁不让时却不够干脆，不是你的错却抢着认错。一位美国的大学教授曾经对美国的大学生和东方的大学生进行仔细比较后发现，在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方面，东方的学生远远不如美国的学生。可能是有着固有的传统陋习，东方的学生往往缺少在上课时反问老师和与老师争辩的勇气与举动，凡事都循规蹈矩，看老师的眼色行事，生怕得罪老师，内心缺少独立思考能力与见解。因此，卢维斯定理有针对性的单刀直入，首先对这种虚伪的谦虚做了剖析和否定，果断指出谦虚不是把自己想得很糟。如果按照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为什么明明知道却还要装作不知道呢？长久下来会让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第三，要处理把握好谦虚的尺度，对自己不懂或懂得不够的要虚心学习，对工作职责中本应该由自己完成的，要尽自己的才能去完成，不能因过分谦虚而失去显示才华的机会。谦虚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定义它？既然谦虚的尺度那么难以把握，要么把自己想得太糟了，要么又把自己想得太好，或者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所以卢维斯干脆让人们完全不想自己，要人们都忘却自己，进入一个全新的忘我的精神境界。当你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得失、荣辱、成败等个人利益都抛开时，你会发现你没有了拘束，因此不会怯场，也就不会有做作跟虚伪。这样你就能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他人身上，当一个虔诚的倾听者。这时候你就不会明明自己知道却说自己不知道，更不会不懂装懂，先声夺人，而是能实事求是。19世纪的法国名画家贝罗尼有一次去瑞士度假，每天背着画架到各地去写生。有一天他在日内瓦湖边专心画画时，旁边来了3位英国女游客，看了他的画后，便在一旁指手画脚地批评起来，一个说这儿不好，一个说那里不对，贝罗尼都一一修改过来，最后还跟他们说了声谢谢。隔天贝罗尼有事到另一个地方去，在车站遇见了昨天那3位英国女游客，便去跟他们打声招呼。他们正好在议论某件事情，看到贝罗尼便问他说：“先生，我们听说大画家贝罗尼正在这儿度假，所以特地来拜访他。请问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正在什么地方？”贝罗尼朝他们微微弯腰，回答说：“不敢当，我就是贝罗尼。”3位英国女游客大吃一惊，想起昨天的不礼貌，一个个面红耳赤地跑掉了。总结：谦虚并非要你放低姿态，也不是要你高高在上，因此唯有与他人并肩，站在相同高度，才能正视对方的眼睛说话，互相分享各自所长与见闻，展露底气。这里所指的高度，并不是你的年龄、学历、经历或职场阶级，而是心态。贬低自己与看清他人，两者都是对自己不够有自信的表现。当人没自信时，就无法展现谦虚，因为谦虚是敦实的表现，而非虚伪的掩盖。贬低自己与看清他人其实是同件事，唯有重视自身成就，才能对自己有所认同。而当对自我认同感足够时，才不会透过看清他人来安慰自己的不足。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和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富兰克林，有一次到一位前辈家拜访。当他准备从小门进入时，因为小门的门框过于低矮，他的头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出来迎接的前辈微笑着对富兰克林说：“很疼是吧？可是，这应该是你今天拜访我的最大收获。”
你要记住，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这人世间，你就必须实际地低头。我们不论在任何领域都要保持着谦虚，因为究竟要花费多少努力才能爬到现在的位置，只有自己最清楚。无需张扬，也不必藏匿，只要直率地将过往累积的足迹展示出来，就可以信心又谦逊地和他人一同分享眼下风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无知，因此谦虚与展现自我并不冲突，重点在于真诚地与他人分享，即别贬低自己，看清他人。毫无疑问，谦虚在现今社会上依然是一种美德，并且是能让人与人距离更加靠近的美好品德。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地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地分享给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了。希望大家在今年都能有所成就，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感谢你的观看，我是欧爸，那我们下一期再见。